一個漢堡裡明明有肉、有菜、有主食，為什麼還被認為是不健康的食物呢？翻開任何一個漢堡，剩下2片麵包夾着一塊肉餅，再配上幾片生菜、番茄和洋蔥，怎麼看都是主食加蛋白質加蔬菜的組合。但奇怪的是，很多人都是不自覺的就會將漢堡劃分到不健康的垂類。所以，那個看似均衡的漢堡，為什麼偏偏成了營養師眼中的紅燈食物呢？漢堡到底健不健康？漢堡的誕生其實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晚。19世紀末，大量德国移民跨越了大西洋前往美国謀生，他们順帶就把家鄉的漢堡巴，也就是一種用碎牛肉煎制的肉餅带到了新大陸。到了20世紀初，这种肉餅開始在美式餐車中與2片麵包合體，成為一種方便拿着邊走邊吃的速食。所以，關於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漢堡包，公認的版本是1900年由一位名叫路易斯·拉森的丹麥移民在自家經營的活動餐車中首次公開發售成型產品，2片麵包夾着煎牛肉餅。然而，真正讓漢堡席捲全球的是一個名叫雷克的美國人。1948年，他在加州聖伯納迪諾開設了一家名為麥克唐納的快餐店，也就是後來麥當勞的前身。流水線的引入讓漢堡的出品速度和成本控制達到極致。隨後，這個以原型麵包夾肉餅的速食產品便像野火一樣燒遍了全世界。要說漢堡不健康的根源，就得拆開它的結構來看。第一口咬下去的白麵包是現代漢堡最精妙的陷阱，它的升糖指數極高，咀嚼間血糖迅速飆升，隨之而來的胰島素波動會在短短1-2小時後制造出新一輪飢餓感。為什麼吃完一個漢堡沒多久又想找東西吃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這裡。第2口咀嚼到的肉餅遠沒有想象中那麼純粹。為了控制成本和保持多汁的口感，許多漢堡肉餅採用碎肉、筋膜、邊角料加工而成，脂肪含量常常高達20%到30%，遠高於家常燉牛肉的8%到10%。不僅如此，肉餅裡藏着大量的鹽分和保水劑，每100克肉餅的鈉含量大約能達到800毫克，佔全天推薦攝入量的將近40%。至於夾在中間的蔬菜，一整塊漢堡裡的生菜、番茄、洋蔥加起來總重量通常不到20克，甚至只有10克出頭，而且使用了球生菜，跟深綠色綠葉蔬菜比起來，營養價值差了很遠。酸黃瓜是醃製品，營養密度極低；洋蔥和番茄倒是營養價值較高，但量實在太小。中國營養學會的建議是，成人每天要吃300到500克蔬菜，其中深色蔬菜最好占到1半。对比下來，漢堡裡的這點蔬菜，無論是質還是量，都完全不夠標準。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漢堡餐桌的另一個隱秘角落，是它作為超加工食品的工業化底子。按照國際通用的 NOVA 食物分類體系，漢堡被毫無懸念地歸入了第4級超加工食品，經歷了多重工業環節，早就遠離了天然食材的原始樣貌。那麼被說成是垃圾食品的這個鍋，漢堡背的冤不冤呢？事實上，世界衛生組織已經闢過謠了，明確指出他們從未發布過任何所謂的垃圾食品名單。所謂垃圾食品其實是一個通俗表達，營養學界本身並不嚴格使用這個概念。世衛組織真正強調的是限制高鹽、高糖、高脂肪的飲食，而不是完全禁止或妖魔化某一種食物。不過，這當然不意味着漢堡就可以被隨意貼上營養均衡的標籤。它真正的問題在於，在一個漢堡中集合了現代人飲食中3高的典型要素：高能量密度、高脂肪、高鈉、低膳食纖維、低微量營養素。所以說，漢堡麻煩的根源不是它單個食物本身的屬性邪惡，而是在長期快餐文化的餵養方式下，人們幾乎不再單獨吃它。一個標準的快餐組合往往固定為漢堡、大份薯條、大杯可樂3件套齊上陣，再疊加上食用頻率過於密集，那才是真正的危險方程式。千萬別把漢堡加薯條加可樂當做理所當然的標準套餐，一頓飯吃進去的熱量幾乎頂上半天的總攝入。如果能單獨點一個漢堡，旁邊搭配一份無糖酸奶、無糖豆漿或黑咖啡，餐後增加一小份水果或自制蔬菜沙拉，體感上的飽腹感和營養豐度都會完全不同。當一塊漢堡肉餅跨過大洋，從德國漂流到美洲，又從美國經快餐流水線傳遍全球，它所承載的早就遠遠超出了好吃這麼簡單。而食物的意義也從來不是簡單的打上可以或不可以的標籤。一頓飯好不好，不在於它外形上長什麼樣，而在於我們有沒有真正理解自己的需求。